独自游走在山林间的花花，为了捕捉到更多的野猪，可以说是不断的制作了各色各样的陷阱。之前的超级空中狼牙棒打击陷阱，便是花花姐最为喜欢的。而本期花花姐将继续搞出了一些奇特的陷阱出来，并且收获颇丰。前几日，花花姐可以说是感受到了天堂和地狱，毕竟能够捕捉到极品大鳄鱼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价值不菲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捕捉到了一头100斤之重的巨型野猪，可惜野猪太大，她油箱活捉对方驯养，最终让野猪跑了，真可谓是从天堂跌落到地狱啊！好在最后还有一只烤山鸡，能够给花花一个安慰。不过今儿的花花又将迎来野猪驯养基地的喜事，让她笑的那叫一个眉飞色舞啊！回到养殖场休息了2日，查看了野猪驯养情况之后，今儿的花花又一次的来到了山林之中。毕竟此时的她依旧还对之前逃走的大野猪心心念念。虽然花花姐也知道那般的巨物多半早就逃到了更深的山林去了，但是没有长枪的情况下，花花可不敢贸然踏入老虎猎豹的领地。而在这外围，时不时的也有小一些的野猪出没。眼前的这片区域便是被野猪光顾过。在这里刨食，这块区域位置不错，地面较为平坦，上方又有树枝做支撑，因此花花决定收取材料，在这里布置一个空中打野陷阱。需要的木材可是不少。根据地面野猪的脚印大小，花花心中对于野猪也有了一定的估量。野猪不算大，他计划活捉对方，因此在地面比划的时候，可是按照一个木框来比划的，计划将野猪控在自己打造的笼子内。为此，花花可是按照笼子的尺寸，将大量的长木棍一一的劈砍成了短木棍。至于笼子立面一段，那必须是尖锐的，需要将木棍一一的削尖才行。如此一来，才能狠狠地扎入泥土。要是野猪运气不好的话，还有不小的可能被笼子给扎上。这个花花可就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大不了弄死了卖肉吃肉也行。笼子的打造难度不大，但是连接部位必须牢固才行，需采用树藤狠狠地绑扎连接点，否则可是承受不了野猪的力量的。因此在绑扎笼子的时候，花花采用的都是坚韧的树藤，先将一根根锋利的木棍按照10多厘米的间距绑扎，形成一道道立面。这样的话，有着4组立面，便能够围出一个笼子的框架出来。前前后后的，花花姐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才将4组框架立面给绑扎完毕。主要是收集符合要求的树藤以及绑扎的过程耗费时间。4组立面的组装也简单，尖端部分直接扎入泥土便能固定，随后便是采用树藤将交接部分狠狠地连接在一起。这一步同样是要足够牢靠才行，因此交接点的位置上，花花姐基本上都是缠绕了3组以上的树藤，力求将整个笼子打造的牢不可破。其实这样的笼子牢固性是很不错的，树藤有韧性又有柔性，木棍也是可以有一定变形。野猪只要不突破极限，还是不容易冲开笼子的。笼子部分目前还没有封顶，花花姐先是提着它调整了一番，选择了最佳的位置，随后这才开始利用木棍绑扎了起来，将整个笼子的顶部给封了，免得野猪从顶部爬出来，那可就亏待了。至于吊装起笼子的固定点，原计划是利用周围大树的树枝，但是花花姐发现大树有些高，于是乎干脆老规矩，自己搭设了一个门式框架，只是一端利用大树做立柱而已。框架布置好之后，还需在笼子顶部绑扎上树藤，这样的话，将树藤一段绕过横梁。此时花花姐便可以一手拉扯树藤，一手抬起笼子，将其慢慢的拉扯到高处。在布置触发开关之前，还需要将绳子固定在一侧，防止笼子落下。随后花花姐这才拿上了打野刀，开始劈砍起了平衡装置，也就是触发开关所需要的部件。完事后，花花姐先是在地面布置了2根短木棍，同时将绳子拉扯下来比划位置，以确定绳子末端绑扎小木棍的位置，再配上2根长门棍做底，便能将绳子上的短木棍卡住，形成一个平衡装置。再在底部的短木棍之上，花花姐还布置上了大量的细长木棍，这些都是装置的触发条，一旦野猪触碰到细木棍，便会破坏平衡，笼子直接落下来，将其控住。不得不说，花花姐的打野装置每一次都是那么的没毛病，反应速度那是相当的快捷呀。确定装置没有问题之后，花花姐这才重新的将装置给拉扯起来，达到固定的位置之后，将底部的触发开关给恢复了过来。而且这次在底部木棍2侧都放置了不少的木棍，增大了触发的面积。当然，这样的也增加了边缘触发，野猪有不低的概率会被笼子边缘击中。至于诱饵的话，花花姐可是搞了一大堆的竹笋碎片，将其全部的铺设到了触发装置之上，这可是野猪喜欢吃的好东西。为了稳妥起见，花花姐还将剩下的木棍芯一一的布置在了周围，这样的话便能封堵住野猪行走的路线，让其尽可能的走入到陷阱位置。就此，整个打野装置便算是彻底的完活。
完事后的花花姐也是饿了半天，毕竟今儿连早饭都没吃。于是乎一番搜寻之后，花花姐将目标放在了这些棕榈树上。这些棕榈树虽然不大，比不得前些日子砍的那棵巨物，但是劈砍出来的树干部分也有小手臂那般粗细。不过里面能吃的部分大概就只有1到2厘米的粗度，因此对于能量消耗巨大，食物需求自然也多的花花姐来说，一根显然是不够。花花姐可是接连着就砍了好几根的棕榈树心。小树心最麻烦便是表面的尖刺太多，大树反而少。不过刀在手的花花姐处理起来还是十分的高效的，最终那是直接搞了5、6根树心，打包直接带走，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。花花姐这才算是回到了庇护所。有些日子没使用的火塘也要开始发光发热。由于小棕榈树心内部肉不多，因此花花姐倒也没有像之前那般的提出来切块，最后装入竹筒烹煮，而是直接将其放在火堆之中烧烤。这般的烤法其实和焖煮类似，其外面的树皮层就好似竹筒。经过10多分钟的大火灼烧之后，不少的棕榈树心外皮都被烧成了炭。不过别担心，此时里面的树心可是好好的，而且还是熟透了。不信看看花花姐将它们剥出来后，里面基本上都是一根直径1厘米多的鲜嫩树心。这部分树心含有大量的淀粉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口感十分的不错，可是要比土豆好吃得多。当然，有一些老一点的外皮，吃起来就有很明显的纤维感了。别小看了这样的美食，许多国家1罐1磅重量的树心就能卖出10几美元的价格呢。美滋滋的饱餐一顿，休息一番之后，趁着天色还行，花花姐决定去看看陷阱，不然的话就得等到第2天了。不得不说，花花姐的这个决定那是十分的明智。远远看到陷阱被触发的她，那是快速奔跑而去。好家伙，这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惊喜满满啊！因为笼子内竟然有着一只大野猪，个头还不小，估计的有40多斤，可是要比花花预估的还要大。此时的野猪虽然受到了惊吓，但是依旧还在吃里面的竹笋。这要是花花姐来得晚了，野猪将竹笋吃完之后，就这体型的话，这个笼子还真不一定能够承受住它的多次攻击，那么野猪逃走的可能性可就不小了。而花花姐愿意多花时间和精力，提前来查看陷阱，便是避免的野猪逃走的可能。不得不说，天道酬勤这句话，那真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呀。将野猪好好的绑扎好之后，花花姐那是直接将其扛在了肩膀之上，然后背着野猪向着养殖场去了。这个时间得要个5、6个小时，估计到家都要半夜了。昨晚1点才到养殖场的花花，那是累得够呛。不过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后，花花姐便起来了，换了一身没有野猪骚味的衣服后，花花姐那是迫不及待地给野猪些制作了猪食。毕竟驯养野猪的话，那必须得把伙食安排好啊，否则可是不好驯养的。新来的野猪个头对比之前的野猪那是不大，而且还是新入伙的，加之老猪都是野猪，新野猪自然是不敢造次打架啥的。看着野猪些吃得开开心心的，花花姐也是很满意这一次收获到了这只野猪，毕竟养大之后可是值钱货呀。2天的时间里，花花姐都没有再次上山，她要确保新野猪吃好喝好，融入到自己的这一群猪之中去。最终过了4天之后，花花姐确定没问题之后，这才拿上了工具，来到了山林之中，希望能够继续有着好收获。不过这2日的天气不佳，森林之中雾气蒙蒙的，能见度不高。花花姐那是弓弩不离身，以防止遭到野物袭击。朦胧的天对于人类来说不友好，但是对于外出觅食的野物可是好天气。地下留下的活动痕迹便是很好的证明。不过今儿的花花姐可是没有时间布置之前的笼子陷阱，毕竟制作的时间比较长，加之透过地面的痕迹看得出来野物的大小不大，要么是豪猪，要么是山鸡、野兔一类。因此花花姐砍了很多的木棍，并且将木棍的一端削尖了脑袋，插在了地面之上。这次她打算简化笼子陷阱，直接利用木棍在地面围绕出一个固定笼子来。这样的笼子在绑扎之后，用来对付小野物那是足够用了的。而在笼子的进口处，花花姐不仅是搞了一个门式框架，还用木棍绑扎出来了一个木栏杆大门。计划在野物进入笼子的时候，触发了触发装置，大门便落下来将其关在笼子之中。总体而言和之前的陷阱大原理上一样，只是根据猎物的不同而做出的改变，以求最为省力又有效。将内部的触发装置设置好之后，花花姐便将笼子的大门给吊装了起来，随后拉扯大门上的树藤，来到笼子内与地面木棍一同组合在一起，形成平衡，最后放置上触发木棍即可。一旦野物触碰到木棍，大门便会砸落下来封堵住笼子，效果那是十分的不错。就此，花花姐的这个新版本的笼子陷阱便制作完成了。恢复装置之后，剩下的便是等待了。